好，我们看到匈牙利因为马上就要轮值这个欧盟的主席，已经轮值了，已经轮值了，已经轮值，7月1号开始轮值了欧盟主席，所以奥班也感觉动作非常多啊。这个7月2号的时候先去到这个乌克兰，然后7月5号的时候去俄罗斯，紧接着这突然又到了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进行访问了。那大陆媒体讲说，北京其实也觉得非常的突然，因为这个连北京政府都觉得，怎么好像无预兆，突然就来了但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呢用高规格来接见奥班，显示对于这一次的访问相当重视那他这样的奔走，感觉上面就是为着这个俄乌战争是不是能够赶快停息来再做一些相关的努力。那根据央视的报道，就说习近平今天上午呢，其实应该是昨天上午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接见了这个奥班。那央视报道说，习近平跟奥班还有对于乌克兰危机进行相关的沟通。奥班通报了近日访问乌克兰跟俄罗斯有关的情况。那习近平只是赞赏他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的努力，而且强调希望能够早日停火，来寻求政治解决。也就是说，其实能够带着这个中国大陆的乌克兰方案然后再回到这个华盛顿去出席北约峰会希望这一场战争真的能够在2年多之后赶紧落幕那另一方面，看到这个俄乌战争之后，首次印度莫迪也去到了俄罗斯来进行国事访问克宫是宣布说7月8号到9号莫迪会访问俄罗斯。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就是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就是莫迪一下飞机俄罗斯就派出了第一副总理这个曼特罗夫到机场来迎接莫迪，而且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一直以来，其实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也都蛮好的，但是因为这2年来的俄乌战争，所以使得两国好像在明面上面距离拉得有一点远。虽然说私底下印度一直不断在跟俄罗斯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或油感觉上面还有维持着往来，可是始终还对于莫迪来说，还是能够拜访一下，才能够维系这个老朋友关系那你看到这个普京的官邸，他就接见了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1对1的会谈。那莫迪坐车抵达了这个普京的官邸两人一见面就是握手拥抱那普京就称莫迪说是亲爱的朋友，而且表示非常高兴见到莫迪，2个人非常轻松愉快的交谈那普京还为莫迪准备了茶浆果还有糖果，并且亲自驾这个机动车带莫迪来参观他的官邸园地，就是花园到处走走。那莫迪也声明就说，盼与我的朋友普京在各方面来审视这个印俄双方的合作交流，也希望在各类区域和全球性议题的看法呢，我们设法扮演支持区域和平的稳定角色。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印太研究所的创办人这个马哈帕特拉对于美国之音说，印度的目标其实是要强调这个印俄关系的重要性，而且确保普京在日后呢跟中国大陆日益发展的关系并不会影响到跟新德里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继续跟俄罗斯进行最高层的对话对于莫迪来说非常的重要那还有这样传递出来一个消息，就是印度的外交呢打算透过这个莫斯科之行，就莫迪的莫斯科之行来表达，就是说印中之间的亲密友谊不会损害这个印俄关系，就是你跟中国大陆，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很好，但是我跟你仍旧也是非常要好的所以在国防领域、这个核电领域，还有有关的一些这个贸易领域也在深化关系。那还有呢，莫迪这一次其实他没有去参加这个上海合作峰会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印俄，他们其实现在要寻求就是他们传统的友好关系来审视国防能源的相关合作。那有人讲说，他其实特别不去参加上合组织峰会表面上面感觉好像美国的媒体在讲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但实际上呢，他好像是要特别做给这个普京看，就是说我特别的重视你空了一个位置然后其实也是趁着美国现在大选的时候这个机会来凸显出来，我也是有这个战略自主的一方面也来挽救一下跟俄罗斯的关系那选在这个时候特别出访俄罗斯，也是凸显俄罗斯的重要性。别的峰会我不去我只去访问你这个莫斯科大概是这个印度的一个算盘啦。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帅将军怎么看呢？其实印度跟俄罗斯都心里面各有自己的算盘，而这个算盘就是见面是有2利的。
为什么讲给各位听哈？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很久远，但是因为这个金砖或这个组织跟上合组织里面，中国是老大，实力最强劲，俄国有求于有求于中国，那站在俄罗斯的立场里面，也不希望说我丧失了我这个老二的这个实力，拉拢印度，那也是一个强悍的一个盟友。对，那印度也希望拉拢俄罗斯，表示它的重要性，它又可以玩美国牌跟俄罗斯牌，也可以玩中国牌。他去，当然也有说斩获，所以我讲这两个是各有目的的，要不然怎么会抱在那里，亲爱的朋友啊？印度已经赚了俄罗斯不少钱啊，那个制裁的时候石油钱赚了盆满钵满啊，对不对？手价。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将来金砖会议里面，你如果被中国排斥或者是抵制的话，你拿不到好处啊。所以他要拉拢俄罗斯，你知道吧？俄罗斯还可以保持环境的和平，就是中印边界的冲突中间还有一个调人嘛，那可以传话。所以这两个啊，我讲难听点，狼狈为奸的是一定搞在一起的了。哎，你不要把俄罗斯看成什么好人了，你要把中国的历史看一看。我们吃过的亏不少啊。另外就讲这个匈牙利总统很聪明啊，一上台先演了一出大戏啊。照理讲，你的身份不够资格谈这个事，你不是欧盟的理事长、秘书长，对不对？对。他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很关心俄乌战争，说打起来大家经济受损，他就派出来一个串门子的调和的发起人，先去看了伦茨斯基，你有什么希望啊？你的底线是什么啊？对不对？然后又拜访了俄罗斯，也拜访了中国，因为这一边都串好了，才有资格跟美国谈嘛。因为真正影响俄乌战争的是美国跟俄罗斯嘛，中间具有一点调停力量是中国嘛。那中国为什么愿意高姿态接见匈牙利呢？因为是敲开欧洲板块里面一个很有利的棋子嘛。因为匈牙利不跟欧盟本来就不是很合的啦，他常常唱反调的。对，那中国大陆又给他有实际的利益，电动车在你设厂啊，对不对？所以各取所需啊。我跟你讲，这个全世界的高层外交活动，讲得好听一点为世界和平，讲得不好听一点自己利益的分赃，都对自己打有利的算盘嘛。你想，以匈牙利这个小国，在整个欧盟里面不是什么一等大国，对，2等3等的，对不对？但是他这个利用这个当选主席的时候，演一场世界大戏。大家都明白人都很知道这个没有结果的。伦茨斯基没有放弃他的原来的主张，俄罗斯全面退兵。普丁也没有放弃，我已经占领4个州，你叫我走吗？我花了这么多代价。所以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就在很多节目上讲过，战争停火谈判和平，只有打得精疲力竭撑不下去的。人不到最后啊，不见棺材不落泪。现在就是伦茨斯基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俄罗斯肯松手吗？不会松手了。对，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就摆在那里。在这个夏天里看，到今天的冬季，乌克兰能不能撑下去？拜登是想尽办法在大选前要打点滴、灌鸡血，能够让他撑下去。那撑到冬天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到了冬天才会有谈判的问题。好，来问一下赖老师。我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体系哈，我们通常都叫3驾马车哈。那最高的这个马车是欧洲理事会由27个会员国他们的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所组成的但是理事会在休会期间，那谁来代行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董事长。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理事长对，所以通常都是由轮值董事，就是轮值主席来去负责跟他的欧盟的执委会也就是现在冯德莱恩所领导的那个执委会来去协调工作。那他等于是代表这个欧洲理事会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那他的任期就是半年，7月1号到12月31号。欧尔班他就利用他是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这个身份不容易因为
通常你要10几年才能轮一次，27个国家嘛，一般来讲是14年才轮到一次，所以他就利用他这个轮值主席的一个身份，而且故意选在北约峰会75周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前夕，他去访问了，因为北约这一次他开会有2个大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讨论俄乌的问题，那也就是怎么样去对俄国再下重手。第二个呢，就是讨论北约要东扩，要到太平洋来，要对中国大陆下重手，讨论这2个东西。这2个部分里面，对欧尔班来讲，他都不支持，都不赞成，因为他跟中国大陆关系发展得很好，很稳定，他不希望北约的手伸到这个亚洲来，尤其来对付中国大陆。那在欧洲，他很清楚知道，欧盟27个国家，他们都希望尽快的不要再打仗了。但是北约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这个俄国不能赢，乌克兰不能输，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好，那该怎么办？可是欧洲人真的不想再打仗，所以他就利用他这个身份，他就先去跟泽连斯基谈了，所以就听泽连斯基的意见，那么也把欧洲人的意见跟他讲，然后又跟普丁讲了，又听了普丁的意见，然后他也可能会把泽连斯基的意见跟普丁做交换，那普丁他也听了，接着又到中国大陆来，就跟习近平会谈了，他就把泽连斯基、普丁的意见都跟习近平那么提出来了，然后再听听习近平的意见。好，你想，俄乌的2个当事方的领导人他都见到面了，对俄乌中的俄国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大陆他也见到面了。那因此去开北约峰会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拥有最好的发言权？因为3个最重要的领导人，他都直接跟他们交换过意见，所以他最有讲话的地位。第二个，他用他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会在北约里面发言。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相当有可能会让这个峰会开得很辛苦，会让这个北约的秘书长会让拜登在这个会中开得很辛苦，也就是不会有对于中国大陆或者俄国的这种强力的选择的联合声明出来。好，请教张将军。对，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他一上任之后，先到乌克兰访问，乌克兰访问完没有到俄罗斯访问，俄罗斯访问有没有到中国大陆访问？我们知道，在5月10号的时候，习近平有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去访问嘛，因为包含塞尔维亚，包含法国。那这一次的话，我看这个为什么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动作那么积极呢？我判断乌克兰的战争对乌克兰不利了，状况。我认为最近可能急转直下，要赶快找出个眉目，这个战争要有必要告一段落，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在这边做磋商，这个穿梭外交的话，乌克兰可能撑不下去了。给他再多的武器，给他甚至这个 F-16也给他再多的这些飞弹，可能没有人了。问题是人，那个乌克兰士兵可能消耗的大量的。作战的消耗就是战耗非常的严重。他本来从27岁到40岁的动员，现在已经从18岁到60岁，通通要入伍。所以他的现在作战的在一线的这些士兵的年纪，平均年纪是43岁，越来越高。因为年轻都死了，都阵亡了，战耗非常严重，可能战力没办法持续。赶快利用这些时间，赶快去谈，因为再不谈的话，可能对乌克兰可能完全没有再招架。因为急转直下，想要扳回，那是非常困难。所以这个时候他为什么那么积极？7月1号上任轮值主席，赶快就跑。那跑的话，那当然中国大陆习近平也一个非常这种正式这个比较隆重的场合来接待他，表示因为在5月10号的到访，双方有一些这些外交上的这种情谊有建立，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大陆也扮演这个角色嘛。所以最起码中国大陆对俄乌战争，他有一个他的看法。你怎么样结束战争？它有一些相关的这些具体的条件来这边谈嘛，有展现出来嘛。另外一个，我们看印度总理莫迪刚连任嘛，刚连任的话现在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有人说就是说这个俄印跟印度的关系，跟俄中的关系，他要取个平衡点，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个方面的占的比例是有这方面的考量，但是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也是俄乌战争。所以印度在这一方面呢也看出来了，俄国占上风了。
俄国占上风，俄国如果占下风的状况之下，印度就不去，印度不会去，你都已经打的那个焦头烂额了，都不行了。他现在看到这个，你不要到最后再押宝，你现在先押宝，俄罗斯已经占了上风了，你赶快押宝，你不要说俄罗斯到时候成个大胜了，你过来这么贴，但人家不要了。我在苦的时候你都没有来，现在我已经要大胜了，你再来，所以印度的总理莫迪他是个聪明人。利用这个时候，俄乌战争还没有告一段落，乌克兰还没有投降的状况之下，先押宝俄罗斯，是这个他也看出来了，所以他这个赶快去啊！如果是那，因为莫迪刚连任啊，为什么他可以到其他国家先访问啊？为什么要首选那个地方？他有没有到中国大陆先访问？没有，有没有到美国先访问？一般来讲，连任的话，先到美国先去拜个码头，打个招呼，我连任了或怎么？没有。先往俄罗斯去，你就知道它这个重要的指标性在哪里。后面的猫腻，我认为它在押宝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又占了上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国总统。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来关注一下拜登现在是不是真的让大家感觉上面他的认知跟一般选民对他的认知落差感越来越大？因为有一个最新的画面就是大家都在担心他的年龄问题，但是呢，他现在竟然感觉自己像40岁呢。我们来听听。I know with every fiber of my being, I know I won't look like I'm 40 years old, but I've been around a little bit. The bishop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that. It's Heck turning 40. Well, all kidding aside, I've been doing this a long time. And I, honest to God, have never been more optimistic about America's future if we stick together. I really mean it. 好，所以真的是，大家就开始有点担忧了，因为这几天竟然传出有美国媒体讲说，好像有这个帕金森氏症的这个治疗的权威啊，一直进出白宫很多趟，好像有8趟之多。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引发大家的关注，说难道真的已经有这个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状况吗？那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就讲说，没有这回事情他不但没有接受治疗，也没有服用这相关的药物那医生也说，这个拜登不需要进行认知的测验，但的确那个拍下来的照片就是那个权威跟拜登走在这个白宫的画面两个人这样子并肩而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引发轩然大波。那我们来看看很多美国的选民为什么现在一直传出说要换灯呢？因为他们说看到了这个拜登的这个情况就觉得感觉好像看到自己的老父亲一样因为他的辩论引发了现在民主党内的政治焦虑跟动荡，就是很多的美国家庭感觉很心碎、很同情，就想到看到了自己的亲属年迈的亲属衰老的模样一样。对很多民众来说，是看他那个画面不忍直视心疼他，倒是这个成分也是很多很觉得说，都已经一把年纪了，还这样子要去打一场选战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觉得说不如养老休息吧。那可是拜登呢，他是拒绝的。他说他会继续选，喊话民主党人说，要么你们就在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上面来挑战我，来跟我输赢不要来劝我退选，他一定会选下去的。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川普强打抗中牌嘛，他现在共和党2024的党纲草案预告说，会有川普2.0。我们知道，这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美中贸易战。我们为什么讲美中呢？是美国发起的美中贸易战那所以现在打着打着已经变中美贸易战，因为感觉好像中国大陆占上风了。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川普2.0誓言，他要强势回归在他们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7月15到18在这个密尔瓦基举行他说除了要确认他这个候选人之外还要来通过新的党纲，也就是说要用更强劲的方式经贸来狙击中国。那他还甚至讲说，你那个川普要选到底，他说建议拜登，那你不然就继续毁灭美国好了，让中国再次伟大。当然是用那种反讽的方式来讲说，你就继续来这样子在辩论会上面犀利准确的宣扬你的政绩吧，都讲反话还有
开放边境啊，势不可挡的通膨哦，还有对中国屈从哦，接着瞌睡桥要继续毁灭美国的竞选活动，让中国再次伟大，非常的反讽啊。所以这样子一直打出抗中牌，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看到马凯硕的讲法，他是说，接下来10年，其实你可以看到中美的竞争将会提速。我们来听听。That the U.S. has 10 years to counter the rise of China. Why specifically 10 years? And if the Chinese economy keeps growing, right, at 5% a year over 10 years, and the bigger China gets, the harder it is to stop it. The Chinese have started from scratch, created an electric vehicle EV industry that is now frightening the pants of all car makers all over the world. So as the world transforms and becomes more dependent on China, it narrows the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quite naturally. Which is why there is in Washington, D.C., a very strong sense of urgency. 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看，这欧洲也是跟着美国一直在抗中，欧盟把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关税提高了。那像是上汽呢，它就被提高了38.1哦。那最近上汽它就自己就是用一种反潮的方式哦，就说那我们就把它设计成周边商品哦，就是应观众、应网友、应这个支持者的要求，就把这38.1做成了一个 logo， 然后发行了非常多的周边商品，结果大受好评啊，很多人都去买哦，就说有这个鞋子、袜子啊，甚至有 T 恤啊，然后还有雨伞啊，还有扇子啊，大家在网络上面抢购哦，就是说你越是来限制我，越是把这个梗当成我一个周边商品，反正人家讲说有上汽这么会玩哦，所以你越要打中国，中国反而越能从这些方式里面找到它的另外的出路哦。那连艾斯摩尔都在讲说，其实你看到中国大陆的传统晶片哦，全球需求都在增加，汽车业的这订单也是不断的暴增，就反映出来这个你一直在围剿大陆的电动车没有用嘛。那所以他们现在除了欧美，他们照样要进军之外，非洲也成为他们现在着力的一个新市场，包含了南美洲、非洲，都是他们要耕耘的，深耕在这个东协哦。其实所有的市场，接下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品牌攻城略地了。那我们来看看帅将军的看法。第一个，这个用的38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用台湾话来讲了，38，对，就是这个意思嘛。你搞这个临时关税，就是很白痴的一个行为，尤其是德国的汽车。是唯一靠汽车是变高科技的一个国家，赚了很多钱。我在大陆上看一般公务员开的就是这个大众，就是 Volkswagen，这个高阶一层的就开这个4个环的那个叫什么？奥迪，老百姓里面有钱的就开 Benz， 要不然开宝马，对不对？就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啊。那德国如果通过这个按照临时条款这个加税的话，他就不要玩了嘛。那中国大陆也很巧妙啊，我在你欧洲很多地方设厂嘛，设厂你欧盟零关税，我不照样进来嘛？我给地主国分一点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完全遏制的啦。所以打这个经贸战呢，这个欧盟这一套并不见得占上风，这样打下去啊，那个马凯西讲的很有道理。你挡不住他每年5%的成长，10年以后呢，那你美国还能够保持全世界第一大国的经济大国吗？现在讲良心话，以前是靠军事支持美国的外交，在全世界取得很多特权跟压霸的行为。那现在军事力量逐渐衰退，已经有点空窗期的味道，他的国防预算已经没办法支持他军方实际的消耗。他的军机要更换，航母要更换，要保养，要这个战舰要重新造，飞弹要重新改装。你知道他以前5000多枚弹头是义勇兵的这个 launcher 发射的这个导弹，这个已经落伍几十年了。你想想他要更新要花多少钱？所以我讲美国的军事的空窗期现在已经来临了。所以那你这样子加上你的外交又违反了人家每一个当地国家的经济发展，你用外交去强压，那现在反弹的力量就出来了。
每个国家自己跑到中国大陆去跟人家商谈呢？对你美国以前老大哥不准买不准卖，你不买是你家的事，你还不准人家买，这个未免在商场上讲起来太霸道了。所以美国这套做法在马凯西已经看穿了，你再这样玩不下去了嘛。人家国家也要存活啊，也要赚钱啊，对不对？你美国又不能替补人家的收入，那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趋势来看啊，对美国是相当不利的了。因为美国的物价通货膨胀搞这么高，外在的习性那么高，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玩下去。以前胡雪岩讲的，对，10个锅子只有7个盖啊，那不停的让那去掩盖啊，要不然你怎么弄？好，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川普批评拜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啊，因为拜登是在川普对于中国大陆的征税的基础上一直往上叠加，拜登的课税是越来越多，然后被制裁的企业，中国大陆的企业越来越多，限制的项目越来越多，事实上都阻止不了中国大陆的成长，中国大陆的竞争力嘛。所以等于是说，你川普搞的那一套，事实上在你任内已经证明错误了，失败了。拜登继承你，继续再往上叠加上去，其实到现在证明你根本挡不住，而且你也失败了。那你今天如果川普你再选赢，你还在往上加，其实你也不会成功，你继续失败而已。因为中美的贸易额事实上在减少嘛。可是美国到中国大陆的产品更加的减少，而中国大陆到美国的产品并没有减少太多，顺差继续在扩大。这个也就是说，你越关税越打击，顺差就越来越扩大。因为大陆的产品你无可取代的情形下，那出口商他不去吸收你增加的关税，他要你进口商自己去吸收。现在欧洲给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那你现在是出口商如果拒绝调整的话，那你就是进口商要吸收，可是如果进口商不肯吸收，那出口商他当然就变成要不我就是不出口，要不就是我吸收，那这样我就不好卖。刚刚帅亮君讲的，那这样的情形很有可能就造成了中国的企业汽车厂就到欧洲，或是到土耳其，或者到匈牙利去设厂。那这样的情形这个对大陆来讲，它并不是反对它的企业到海外设厂。因为这个会让它多角化经营，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也一定会反制嘛。那对美国是如此，你给我调关税，中国大陆对美国也就调关税。同样的道理，你欧洲调关税，大陆也会对它调关税。调关税的目的在哪里？你给我调到38.1%，甚至再加到10%，那就是48.1%，等于是将近一半。那你等于是逼着我的企业到你的国家去投资。同样的道理，我也给你调到你逼着你的企业到我的国家来投资嘛。所以也就是说，你的企业到我中国来投资，创造我中国的就业机会，创造我的税收，那么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有利的。我的企业到你的国家去，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已经从川普到拜登都证明失败了。欧洲为什么还要再打下去？我真是看不懂好，请教张将军。拜登他到年底就满82岁了，所以年纪对他竞选连任来看是一个非常大的包袱跟障碍。这个一看就这个大家这个不难就可以想得到。另外，现在这个川普反讽拜登，就是继续毁灭美国，让中国再次伟大，变成这样。我倒认为这一方面呢，这个是我这个换句话这个来讲的话，这个是已经变成结构性问题才会讲这个话。谁上来当总统？川普当总统也好，或者是拜登继续当总统也好，可能都没有办法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在这一方面，换句话这个结构性问题就很难克服了嘛。那现在将来整个不管谁上来，就将来就是中美两国的话，就是竞争压倒合作，就是越来越没有合作，越来双方只有竞争了。那这个经济战就经济战嘛，贸易战嘛，金融战嘛，或者是智慧财产权之战，大家这样子。大家互相吃拐子，就一变成这样。那军事上结盟嘛，像这一次很简单，现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就没有中国大陆，2014、2016以后都没有了。那他结盟那么多，也就是为了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军事上的这种，我们讲的威慑也好，或者是这种抵制也好，或者压抑也好，这展现得很清楚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将来整个按照这个系统来看将来变成世界化，变成新的两极化，美式系统跟中式系统。你就变成这样子，
各种的武器装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商品，你看像那电动车，电动车的话就以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独领风骚了，变成这个样子。美国好像没有办法，美国一直怪说中国大陆就是4个字：产能过剩。怎么会产能过剩呢？那是不是竞争力自己是不是竞争力下降？所以讲对方产能过剩，一直要扩大行销，变成这样，那没办法，他的产能过剩又扩大行销，我没招架之力，那我不断的加税啊，那加税没办法解决啊，加税是贸易壁垒，并没有是违反自由化的。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马上来关注一下哦。这个我们现在说要提升我们的这个战机哦的一个国际化的程度，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啊，不只是讲中文，现在还要讲英文来广播哦。那面对谁呢？我们原本看到说英文的时候啊，终于知道敌人是谁了，是不是？不是，他是看到了解放军的军机的时候，突然开始绕英文。我们来听听。DLA aircraft over west of Taiwan. You have entered our airspace, affecting our flight schedule. Clear away. 他们说这是一种国际化 international。 那这个余茂春就讲说，我们台海这个将会国际化来保护台湾。他说呢，因为呢，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在2年半内美国的军舰就通过了台海59次把台海国际化，保护台湾。那中国大陆呢，最怕的就是大家一起对付它，因此我们台湾就一定要国际化，所以讲英文等于国际化。所以我们的广播现在也开始这个中英双语就比较像我们在这个搭机的时候，就是那个机长的广播要中英双语。那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近日频频在这澎湖的公海出现。那我们这边澎湖籍的一些渔船已经出现了很多天的一些对峙的情况。那这个自由时报就讲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形，就是有出现那个虚拟的海峡中线他说隐然出现，因为经过连日对峙之后，好像各有让步，所以现在这个我们本来讲说好像中线不见了嘛，没有，它现在有一个虚拟的，就是来自自由时报的一个描述。他说在东经118度34分，还有北纬这个23度30分为界，这个虚拟的海峡中线数字密码曝光，位置就是在距离金门这个东定岛40里还有澎湖花屿43里处。那中方似乎将它以西认为是中方的这个渔业区，以东变成是这个台方的这个渔民作业区。真是如此吗？这好像感觉就是目前大陆也没有这个说法这是不是自由时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己认为啦。那再来看一下中非的船舰隔了700米对峙那与菲方谈判的同时呢，中国大陆的万吨大驱暹冰礁也秀肌肉。那菲律宾现在试图要仿效马德雷山号的军舰坐滩在仁爱礁，这个长期锚泊在暹冰礁。现在中国大陆很不满所以他们的中国大陆的海警9501舰已经连续2天停泊在暹冰礁附近的海域，跟这个菲律宾的船只感觉好像距离不到700公里那中国大陆一边谈判，一边把这个大驱派到暹冰礁附近来看，仍然是寸土不让对于南海主权那甚至呢，中国大陆现在还出了一招新招就是说，你这个仁爱礁这里马德雷山号放在这边，你坐滩好久，已经附近出现了污染了，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珊瑚死亡。我没有办法把你强行拖走，我现在开始指控你污染环境吧。这个世界各国应该要重视一下吧。你看看原本清澈的海洋因为你这个坐滩出现，附近的这种鹿角珊瑚都已经出现了死亡的现象。的确啦，在这边坐滩那么久的这个军舰开始分崩离析，也的确造成一些海洋的污染。那再来，我们看到日菲他们也要签署一个协定，他们说叫做相互准入协定允许对方在领土部署部队来进行训练。那菲律宾的参谋总长就讲说，这个协定很重要，让日本的部队可以到我国一起来训练，也让我们的部队可以赴日一同训练。大陆的学者就警告亚太地区的整体安全环境将会遭受到潜在破坏性的影响，那也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南海的争端更加的复杂而且敏感。那环太平洋军演今天开始是第2阶段的这个重头戏
其实是7月8号开始的第2阶段了。那他们现在就是要集成一个4万吨级的塔拉瓦号2栖攻击舰哦，它全长是250米，那大小仅次于航空母舰。这艘船舰哦是1976年起为这个美军服役，一直到2009年退役。那也参与过2000年初的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然后这一次变成了一个靶舰嘛。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大家在讨论说，接下来如果美国的这个罗斯福号航母被派往中东，就是环太平洋军演结束，8月1号结束嘛。那之后被派往中东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西太平洋的空窗期呢？那美国的一些媒体就开始在讲说，这个空窗期不得了了，可能会成为中国大陆借此来提升军事紧张的一个破口因为在这时候，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是没有航母的。那问题是其实中国大陆也不需要光趁这一个时期，因为中国大陆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备战当中他们的这个军力不断的在提升。那看到法国的媒体讲说，好像有第4艘航母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当中了。我们看一下第3艘航母福建舰本月3号是进行第3次的海试嘛。那有拍摄画面捕捉到福建舰在这一次的这个试航之前呢，其实这个甲板上面停了一个歼15的战机，显示这一次的试航科目跟这个舰载机有关。那法国的军事网站它就有一个专栏的专文，就讲说现在其实大陆的海军呢也正在建造跟福建舰同级，而且是个姐妹舰之称的这种第4艘国产航母，可能也是一艘改进版的电磁弹射型的航母。那仍然是采用这个常规动力来推进。那中国大陆的这个沈飞宣传片也秀出了 J31B 那这看起来日本的媒体定调说应该是航母的舰载战机这个日经亚洲讲说应该会是部署在这些辽宁号、山东号或是福建号这些航母上面，那会增加对于日本和台湾的威胁呀。那这是日本的一个看法。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是要让我再讲一下吗？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是郑文灿的保释金提高到1200万，然后20分钟就凑齐了700万元了。那所以这个是刚刚这个郑文灿的一个最新消息看起来赖清德真的是下了一个狠手。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呢？现在我们这个还要讲英文来广播，是比较国际化吗？这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余茂春有点尝试没有。你广播是要对方听懂嘛？那就有2个可能，把解放军的飞机看成是美国飞机啊，那你辨识力不够是吧？那要不然就是说你讲英文就比人家高一等嘛，是不是就有驱离效果嘛？如果解放军也用英文回答 Why should I 干嘛？或者是用俄文给你回一下，你有美国撑腰，我有俄国联盟，所以。这种行为，我上次在讲，对我们不希望引起战争，都用广播比较和缓的手段来表示我监控到了你不要做出危险动作，这个是对的，对不对？有没有效果，那就看大家的底气了嘛，对不对？你能做出什么危险的动作吗？逼着人家离开吗？没有。那现在就是双方在天上一个表态嘛。第二个问题这个。渔民的问题大家搞清楚，上次的渔业纷争呢，中国大陆给你取的这个罪名呢是2个，一个是休渔期到这边来破坏海洋生物的资源，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捕捞太多，因为当年的黄鱼就是被3个省的渔民把捞光了，到现在快绝种了。第二个就是说你违反国际规定的。这个网孔那么小，大小通吃，鱼苗也被小鱼也被捞掉了。他并没有拿这个什么禁止海域因为对岸的这个眼光是说，两岸都属中国嘛。对，那这个渔区里面你们谁来捕都不讲话嘛。你只要不违反休渔，不违反网孔，这个不是争端嘛。那现在的问题，你要谈这个海上这个疆界的问题的话，那日本一个冲之鸟那个一平方的一个礁石画出来区域，我们老渔民就要被逮吗？对。那民进党你不是很重视主权吗？当初马英九维护这个渔权，采取强硬的手段，
才让我们渔民可以在那附近打鱼。你现在看到日本这么窝囊的这个回应，被扣就被扣了，甘愿罚钱吗？那奇怪，你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跟对日本的态度是两个标准嘛？而且你刻意导误啊，大陆这个上传掳人，对不对？那你现在问题你是违反他两个法律的这个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不站在理上，对，就不能用上传掳人这种态度来处理嘛。所以这些问题哦，这个政府执政的手段方法不明确，你搞得我们所有的渔民无所适从啊，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的渔民讲现在是小管的盛产期，不妨碍其他鱼种，我可以打捞，跟对方商量一下，可以吗？因为以前我讲嘛，我在美国的时候花5块钱美金买一个钓鱼执照，到后来不敢钓，我根本没办法区别那个什么鱼是可以钓，什么鱼不能钓。但是它有严格的规定嘛，哪种鱼在繁殖期你就不应该钓了，你要把它放下去。那同样的问题，如果台湾老百姓认为现在是小管不妨碍它未来的这个发展，那现在捞捕可以跟大陆谈嘛，那用不着用这些手段嘛。所以这个问题啊，真正的道理跟法理啊，我们政府完全无视现实的这个状况，在那里在挑起这种民族意志啊、情节、意识形态的这种抗争。我觉得这种抗争，你有种你跟日本拿出道理的抗争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对我们的渔民该保护的不保护，该划定疆界的，一个是海巡署的责任，一个是渔业署的责任，两个单位都没有尽到责任啊，对不对？那渔业署应该告诉他，秋渔期间你不要去捕鱼嘛。海巡署说日本那个海上的疆界我不承认嘛，不承认就由政府拿出手段来把这个疆界的问题取消掉吧，要不然我们渔民到哪里去打鱼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嘴巴里讲捍卫国家主权，骨子里净做会丧权辱国的事情啊。好，来请教赖老师。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啊，这个川普时代啊，他的庞佩奥啊，为什么会把中美的关系搞得这么的糟啊？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叫余茂春啊。这位智囊实在是很有趣。他说啊，如果印度、美国能够联合印度、越南、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同时攻打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就会害怕，就会输了。我说这个人，这些被动员的国家害怕。对，然后我说这种人可以当这么重要的测试，难怪这个庞佩奥啊搞了一团糟哦。为什么？越南会想，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中国大陆是1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的大国，它一个国家的工业总生产值是你 G7 总和都不到一个中国。你要跟一个14亿人口中等收入的中国来打仗，而且工业生产制造力这么强大的中国来打仗，我觉得这些人的脑袋都已经是出现了很严重的脑洞。所以菲律宾也好，你看到今天为止跟你玩假的嘛。然后越南说对不起啊，你指挥不动我。然后你认为韩国会蠢到这个地步吗？日本是虚应故事了，坦白讲，连美国都没有这个种。美国也没这个胆量跟中国大陆打，所以我为什么会一直不停的在奉劝台独？美国没有胆量，美国才3亿多人口，他根本没有胆量跟中国大陆14亿人口的国家来打，没有这个胆量了。美国从2战以后没有跟一个跟他同等级的大国强国打过仗，美国从2战以后都是以强欺弱，不管打韩战，不管打越战。打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所有的还有非洲的所有的大大小小战争，他都是以强击弱，他不敢跟他强国打，连前苏联时代他都不敢打了。今天的中国大陆，他怎么敢打嘛？我觉得要有点脑袋嘛，他怎么敢跟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打仗？拜托，我就觉得实在是有些人实在是怎么会脑洞这么大呢？菲律宾在玩这个东西啊，玩不过大陆的了。他今天跑到仙宾礁去啊，停泊2艘船，中国大陆就到你的家门口了。现在还远一点呢，现在是不到100海里。
100海里就是说在你的完全的经济海域内，因为它是在巴拉望岛的西北。巴拉望岛的西北地方不到100海里的地方，把12000吨的大船给你下锚，停泊在那个地方，然后小船在旁边活动，然后距离这个菲律宾的海巡署的固定的航线，那么就700多米，700多公尺，眼睛都可以看得见了。啊，你菲律宾敢怎么样？你什么都不敢嘛。接下来呢，我倒建议啊，干脆就开到马尼拉的24毗邻区，那还是公海哦，你就下锚停在那个地方。你今天宪兵交不走，我就在这个地方不会走，看你怎么样。好，来请教张将军。那个现在这个空军用中英文广播来驱离共机哦，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这个在为了说这是国际化，我认为这是错的，应该是讲中文让对方听得懂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是国际化，那我们的这些断交了那么多的邦交国，我们越国际化反而断交越多，是这个样。我认为国际化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不具体，这个是一个没有解决问题，让问题模糊化，是这样。我认为真正要来做的是我们要去强化心防，心防没有做，我们没有心防嘛，你没有心防就没有国防，你应该要加强这个我们全台湾的思想武装、心理武装嘛，因为这是无形的力量，有形的力量是这个战机啊、坦克啊、军舰。这个巨炮，这是有形力量，但是我们没有无形力量，心防很薄弱、很脆弱。你看年轻人从军的热潮高不高？不高，他们宁可到青岛东路去示威，或者是做一些动作，但他不要从军。所以军人，那刚才帅将军有讲啊，就是你民进党还嘲笑军人是米虫，那米虫怎么打仗？那米虫怎么打仗？米虫怎么去保卫国家安全、保家卫国？没有的嘛。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应该先出来对国军官兵弟兄将士道歉，说以前讲国军是米虫是不对的，对这个样，那你米虫，你这个没有心防嘛？你这样讲话，你对军人根本不尊敬，又要军人去保卫国家，那没有用的，那是没有用的。所以没有心防，所有的国防都是假的，心防最重要，因为这是强化全民的心理的素质，我认为这个重要。那讲到那个国际化，各国都有各国的利益考量。他不见得为你站在你台湾的立场为你考量，各国有各国的盘算是不一样我们看韩战，1950年6月25号爆发韩战的话，中国大陆的话那时候才刚刚，他的见证是1949年10月1号嘛，1950年韩战爆发，16国联军那不是那么大的军，中共一样出兵。那时候16国联军一样越过巴黎这个鸭绿江，打到30大陆线，是这个样。我们来看历史回顾里，这都是历史斑斑可考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国际化，我认为有点空洞、空泛。另外，我们来第二个提到就是说，日本跟菲律宾的相互准入，我认为这是个政治意涵，没有军事上意义不大。当然，军舰啊，相互去加油加水啊，或者人员小批量的相互的训练，我认为这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没办法打，原则上菲律宾或日本都是以美国为马首是瞻，所以相互准入军事意义不大，有限。晚上走路吹哨子撞到，结伴同行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那不是。